后快速衰老基本上是每一个生育的母亲都会面临的情况。其实要防止产后衰老还是有办法的，仅仅把女性的衰老归结于端粒的破坏也是不准确的，因为端粒破坏本身也是一种结果，它受深层因素的影响，体现在细胞结构上、染色体上。那么现在的研究告诉人们，有几种因素在产后衰老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这些因素非常普通，但是非常重要，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而已，被忽视了。你只要注意到了这几个方面，就能够很好的预防产后的衰老。好，我们来谈谈产后女性快速衰老的深层原因，以及怎么样来防止女性在生育之后出现断崖式衰老的变化，保持青春活力。产后衰老跟端粒的关系，很多人把女性产后的快速衰老归结于端粒的破坏，这是片面和不准确的。那人们认识端粒已经有几十年了，它是细胞里面染色体末端的一个构造，肉眼是看不到它的。就像染色体戴了一个帽子来保护染色体，那随着细胞的衰老，端粒就逐渐破坏掉了，变短了。等它缩短到了一定程度，细胞就凋亡了。经常把它作为衰老的标志物。有人认为呢，女性生育孩子会破坏端粒的长度，让端粒缩短。那的确有研究支持这个观点。比如说，有研究团队发现呢，生育过的女性端粒长度平均比没有生育过的女性更短，相当于11年。但是呢，女性产后的衰老跟端粒长度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并不是简单明了的。那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，很多研究是相互矛盾的。比如说，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呢，生育过的女性端粒比没有生育过的要长，而且是30多岁生育的女性端粒更长。他们发现呢，最后一次生育的时候，如果年龄偏大，这跟女性的长寿和健康的细胞衰老有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生育的比较晚，反而让女性更健康、更长寿。所以端粒跟女性产后快速衰老之间的关系还不是非常明确。把女性的产后衰老归结于端粒的变化还为时过早。那端粒缩短它只是一个结果，那么造成端粒缩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所以简单的认为女性的产后快速衰老是因为端粒的破坏造成的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，而且也让人束手无策。那造成产后快速衰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呢，就现在的认识而言呢，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比端粒更重要的因素，它们非常严重地影响到一个孕妇在生产之后的身体状况、身心状况。那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激素。女性从备孕、怀孕、生子、哺乳整个阶段中，变化最大的一个是什么方面呢？就是激素的变化。特别在分娩之后，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。比如说雌激素和孕酮水平急剧下降，那会引发一系列生理上的变化和精神心理上的变化。而催产素相反会在分娩之后急剧飙升，持续几天之后逐渐消退。这种由低到高、由高到低的变化会导致产妇出现抑郁的情况。分娩之后升高的激素还有泌乳素，泌乳素会升高，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也会升高。那这些激素的急剧变化会影响到细胞端粒的结构，但是这些变化是身体内的生理性的改变，人们呢不能用意识去控制它，只能适应。但是有些因素人是能够主动干预的。那这就是第二个方面，睡眠。准确的说是睡眠不足。孕妇在生下孩子之后会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睡眠不足，很多人把它称为慢性的睡眠不足。这是母性天生的本能造成的，因为她要照顾新生儿，她宁可牺牲自己的睡眠，也要照顾刚生下来的小宝宝。那即使睡眠也是间断的睡眠，可能极少数有产妇能够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因为这需要很多人的帮助。那么大多数人都是处于长期的睡眠不足、睡眠质量差的过程中，那同时伴随的而来是产后的压力。那这种压力来自于方方面面，包括生活上的、社会的、环境的、心理上的等等各方面。睡眠不足本身就已经导致这些新生儿的妈妈在生物学的年龄上加速，而这种来自方方面面的产后压力更会加剧这种状况，那么也会体现在表观遗传标记和端粒缩短上面。所以端粒缩短也只是一个结果。
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产后的营养不良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因素，而且也是人们能够干预的一个因素。而新生儿母亲营养需求有特殊性，他们有哺乳活动。那很多研究发现呢，亲自哺乳对新生儿的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，所以一定要亲自哺乳。那么哺乳需要在营养方面，关键的营养素上和能量上有更多的摄入，才能满足乳汁的产生。同时呢，新生儿母亲在体内有很多损伤的组织和部位，还需要细胞的修复和组织的再生。那这两方面共同造成需要消耗大量的营养物质，所以呢，要补充抗炎食物、蛋白质、特定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等等。产妇的营养需求不同于其他阶段，那在身体修复、组织再生以及乳汁的产生方面，可能比任何阶段的需要都更为迫切。它关系到产妇本身和下一代的健康。有很多人认为呢，大鱼大肉就一定是营养丰富，一定每天都要喝汤。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。产妇需要的是营养均衡的饮食，而且要满足这个阶段的特殊需要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容易发生产后营养不良的原因。那营养不良让衰老的状况加剧，不论从容貌上还是从内部的身体上。第四个方面是表观遗传修饰也会影响到产妇的衰老。那表观遗传修饰它并不改变基因的序列，但是它会影响基因的表达。怀孕分娩会影响到孕妇的表观遗传衰老，通过表观遗传机制来影响器官的衰老和健康，而且它还可以通过隔代遗传影响下一代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，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忽视或者不想承认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产后抑郁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把产后抑郁称为矫情，这种看法是非常无知的，还停留在几十年之前。产后抑郁是一种严重的疾病，并不罕见，它影响着很多新生儿妈妈。发生产后抑郁的人会陷入持续的悲伤、焦虑，感到绝望和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，对以往感兴趣的活动失去兴趣，那么非常疲劳，精力明显下降，特别是睡眠模式紊乱，甚至出现头疼、胃疼、肌肉疼痛。很多人持续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照顾好婴儿，甚至出现伤害婴儿的想法，或者有自杀的念头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。很多人把它跟产妇的婴儿忧郁症混在一起，从而低估了它的严重性。那婴儿忧郁症是一种比较轻的情绪的变化，非常普遍。但是产后抑郁是非常严重的疾病，没有婴儿忧郁症那么普遍。毫无疑问，产后抑郁对女性的衰老有非常大的影响，破坏睡眠，破坏精神状态，处于一种情绪低迷甚至悲观绝望的状态之中。那从心理到生理都是巨大的损伤。所以有些人生完孩子之后看起来老了不止10岁，就很容易理解了。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了解、不认识，甚至不承认这种疾病的存在，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有人认为产后衰老可能吃点什么特殊的保健品，用点什么特殊的化妆品、护肤品，用什么经典的秘方就能得到恢复，那是一种天真的想法。产后快速衰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。那从内部到外部的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激素的变化、睡眠不足、压力、营养摄入、表观遗传变化和端粒缩短都是关键的促成因素。而且呢，存在个体差异，每个人的具体表现都不一样。所以对于新妈妈，如果要想预防产后衰老，能够做到的一定是优先考虑睡眠，寻求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来应对睡眠不足，那么采取减压的策略和心理健康的支持，注重营养丰富的饮食，特别是对于正在哺乳的母亲，那这才是应对快速衰老最有用的方法。好了，关于产后孕妇的快速衰老就聊到这里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和评论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。很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见。